大家好，这里是赵宇霞，一个让你看透金钱真相的频道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巴菲特说的越懒越容易成功的6个原因。比尔盖茨曾说：“我更喜欢懒惰的人，因为这些家伙总是能够找到更简单的方法来解决问题。”所以这句话的重点在后半部分，这里的懒惰更多的是指肢体上的懒惰，并不是大脑的懒惰。懒人虽然看似开始的比其他人慢，也比较迟，因为他们开始之前永远寻找最佳解决方案，哪个才是最轻松的方法。他们开始动手之前，永远先问自己有没有更快捷有效的办法。永远寻找最佳解决方案是懒的核心。日常工作里，不要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领导下发的工作任务，抱怨工作的枯燥和无聊。首先要做的是思考，在单调重复的工作，能不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。现在的工作岗位没有一个是特别轻松的，为什么有的人总是能高效地完成工作，交出高质量的成果，而有的人看起来忙忙碌碌，累死累活，结果还不太理想？因为我们常常容易用表面的勤奋掩盖了思维的懒惰。懒惰的人心思在省力上，勤奋的人在固执上。之前有一次，同事发现新来的实习生小明在统计数据的时候，是用 Excel 新建表格，然后把文章的标题、阅读量等数据一个一个的填到表里。后来同事告诉他，其实只需要安装一个小插件，就可以自动导出后台的文章数据，生成 Excel 表格。原本只需要2分钟就能搞定的事情，他之前却用了半个小时。雷军说：“不要用你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。如果不去思考如何让你的工作产生差异化的价值，一心只想着完成工作，这就是战略上的懒惰。也许暂时看起来比别人勤奋一点，但对于未来的你没有任何意义。在开始做某件会消耗时间的事之前，一定要先想好全部方法，或者可以问问身边的人的意见，然后再从中选一个最快捷也最安全的方法。对了，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免费获得由这位藏书送出的电子书《巴菲特致股东的信》，记得看到最后哦。有一个年轻的樵夫到山上砍柴，不久，另一位老樵夫也来了。到了傍晚，年轻的樵夫发现了一件事：老樵夫虽然比他晚来，砍的柴却比他多。于是他暗暗下了决心，隔天要更早到山上来砍柴。第二天，年轻樵夫很早到林子里，他心想，这次我砍的柴一定比他多。没想到，当他挑着木头回到柴房时一看，老樵夫所砍下的柴还是比他多。第3天，年轻樵夫决定，他不但要比老樵夫早到，还要比他晚下山。他心想，这次自己所砍的柴肯定会比较多。没想到，这一天，老樵夫砍下的木头还是比他多出一大箩筐。第4天、第5天也是一样。到了第6天，满腹疑问的年轻樵夫终于忍不住了。他问老樵夫：“我比你早到，也比你晚下山，更比你年轻有力气，为什么我砍的木头还是比你少呢？”老樵夫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年轻人，我每天下山回到家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磨斧头。可是你下班回到家之后，却因为太累而只顾着休息，斧头都被你砍钝了。所以我尽管比你老，比你晚到，也比你早下山。不过我的斧头比你锋利，我只要砍5刀，树就倒了，你却要砍10几刀，树才会倒。”听完这番话以后，年轻人终于恍然大悟，在认真砍柴的同时，也要把工具准备好，才能真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懒人懂得利用技术让自己变得懒惰。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，开发了许多应用程序和小工具，以帮助人们更有效率地完成工作。懒惰的人知道怎样做事才能事半功倍。想正确的偷懒，不仅要主动思考更高效的方法，更要具备工具思维。林肯说过，如果限定我6个小时去砍倒一棵树，我会用前4个小时磨斧头。回头看看，有许多工具都是因为懒而发明的。懒惰爬楼梯，所以有了电梯；懒得洗衣服，所以有了洗衣机；懒得出门买东西，所以有了电商。懒人总是善于利用工具来解决重复的工作。虽然学会使用工具，或者是发明工具需要时间的投入，但是如果怕麻烦，你就会麻烦一辈子。智能时代尤其需要有工具思维，把一个工具用到极致就是神器。比如很多手机 APP 和一些厨房神器都能减少我们超多的时间，只是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去学习。其他的工具也是一样，只需要学习一次，以后就会事半功倍。一旦你掌握了更高效的技能，就会大大解放自己重复劳动的时间。
懒不是财富，但懒惰可能是财富的来源。职场拼搏使职场人无暇分身关注专业以外的事情。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状态，他们希望在生活起居方面一切从简，由此催生了一个新兴的行业——懒人经济。懒人经济是指为客户群带来便捷而促成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收益。简而言之，人会为省事花钱。由于懒人这个群体不断的扩大，懒人用品、食品开始出现在市场上，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瞄上懒人群体，准备从他们的懒惰身上寻找商机，以满足懒人们懒到底的要求。懒得扫地，有了扫地机器人；懒得洗碗，有了洗碗机；懒得做饭，有了外卖。从某种角度来看，事实上，你比古代任何一个朝代的皇帝都过得还要享受。懒惰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，每个人都想用最小的代价享受到最大的利益。世界上懒人只会越来越多，机会就会越来越多。更重要的是，只有懒人才明白懒人的需求。互联网时代给了每一位草根个人发展的公平机遇，可以充分打破时间限制、地域空间限制，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实现自己的价值。别人懒得干什么，你就帮他做什么，帮他送取快递外卖，帮他推荐图书电影，帮他解读熟知你的行业知识和经验，帮他学习烹饪、舞蹈、软件、书法、绘画等技能，甚至帮他赚钱。有一位低调的朋友说，他自己就是一个懒人，研究如何帮助懒人赚钱，结果反而是他赚到了钱。现实中无数实例证明，你想要得到什么，就先帮助对方得到什么。你看，所有的发明创造大多是懒人发明，为懒人而生，为懒人服务的。甚至有人说，是懒人创造了现代文明。事实上，从任何行业的商业角度来看，都是针对人性懒惰的特点，制定出无数的策略，帮助你解决问题，无一例外。懒人基本上都很懒，这种懒不是说好吃懒做，而是喜欢把事情交给别人做。一个人如果什么都花时间去倒腾，什么都做得成才是最糟糕的，因为这样就永远学不会如何利用身边资源，让别人帮你完成工作了。这个世界上最稀缺的东西就是时间，只有学会如何去善用他人的时间，得到结果，才能让自己的时间倍增。而所谓的善用，就是花钱，或者是用面子。我个人认为，要突破自己的方法，就是只干自己擅长的，其他都雇佣别人来做。比如，如果你不喜欢做剪辑影片，就花钱请别人做，或者找一个伙伴合股，前提是要适合的人。有时候不理解为何有些人那么害怕请求别人帮忙，这种害怕一点也不理性。就好比蟑螂没杀伤力，但很多人看到了都会跳上椅子尖叫，而懒人已经不介意别人当他是懒人，所以更不会不好意思拜托别人帮他做事。请人帮忙其实是社交活动的一种，某种程度上还承认了自己的不足。这年头好莱坞英雄片不流行超人秀肌肉，有什么新的超能力，或蝙蝠侠又整做了整座城市等等，观众爱看的是超人被打趴在地上，蝙蝠侠陷入两难，不知道该先救谁，适当的展现出自己不足的一面，反而会更让人愿意接近。因此，我们在职场上常看到一则吊诡现象：不愿意找人帮忙，其实是不想麻烦人的贴心之举。这样的人又体贴，能力又好，但是呢，人际关系却不一定比得上偶尔请人帮忙的同事。此外，人都渴望被需要，从照顾他人中确认自我价值，请人帮忙，然后真心表达感谢，帮助者与被帮助者将同时得到满足。学习找人帮忙，最终实现的不仅仅是让自己工作更轻松，而是让整个团队运作更流畅。这是一位领导者最该具备的条件。在期许自己成为一位优秀的主管前，或许我们可以先努力成为一位善于请人帮忙的好同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身边但凡创业做得好的，基本上都很懒。打工思维和创业思维其实很微妙的，就差在这一个小小的地方。打工的人往往期望自己勤快，什么都学会，拼命的省钱，而且还要做到十全十美。其实只要思维一转变，人人都是老板。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舍得花钱去雇佣别人，完成那些自己可以多花点时间做成的事情。人人都以勤劳为美德，但其实不是如此。有一些事情别人比我们干得好，我们就承认，多出一只手，效率上就提升了。我们可以把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整合起来卖出去，就能挣更多的钱。当今的社会，千万不要认为勤劳能致富，也不要认为吃苦耐劳能赚钱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所有农民工都变成老板了，
我们所说的懒，是用最少的付出、最短的时间创造出最大的价值，这才是最有效的。懒人创业和做副业，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招。在懒人眼里，没有所谓的规则和规矩，他们只想以最少的时间、最简单的方法、最快的途径，把自己要做的事做好，做出让自己满意的成绩。简单来说，懒人就是喜欢走捷径。我们做任何事都有捷径可循的，比如有人做自媒体内容创业，有人走的是常规路线，有些走的是捷径。有些人做自媒体图文，需要自己写文章，而懒人只需要把别人的文章变成自己的就可以了。你构思编写一篇文章，可能需要2到3个小时，而懒人最快的时候10分钟就搞定了。最关键的是，在零基础的情况下，你还无法保证文章的流量，毕竟是创新的，但懒人的却可以，因为已经有流量证明了。试问一下，是不是走捷径效率更快，成功率更高呢？如果你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懒人，那你就得自己为自己想招数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捷径，你自然就能超过自己的那些同行和对手了。所谓的捷径，并不是从来就有的，而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挖掘的。当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捷径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一切都变得容易多了。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吃苦耐劳而去创业，因为吃苦只是标配。别执着于自己能做多少事，换个角度看看，市场上有什么样的人能够帮你把活给干了。自己做总是简单的，但学会隔着一个人把事情干成，则需要很多的磨合和克制。能成功的懒人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松，什么时候该工作，因为你消耗的精力过多，你实现伟大计划的可能反而会变小。那些一直保持在疲劳状态的人，记忆力和脑力下降得会更快。此外，一些科学家认为，如果你经常熬夜工作，睡眠不足对你的健康产生巨大的危害，特别是在40岁后。懒人会让自己的事业尽量自动化，让自己有更多的休息时间。比如事业是写作，如果每天花心思重新打造爆款文章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，而且还要拼运气，不一定能够火。但是按照以往的爆款文章的思路和布局，重塑一篇新文章就非常容易，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。这样的好处就是它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可以生产出更多文章，然后创造更多的收益。有了方向后，就可以找到一群人帮你工作，建立自己的系统，再让系统帮你管理人。比如虾皮和淘宝上有人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，你都可以找他们帮忙。能够提升收益的方法从来不是瞎努力，而是去复盘，总结套路和模式，慢慢的让你的事业实现自动化，尽量降低你的生产成本，用最省时省力的方式去做。很多勤劳的人都是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，他们致力于做出一副努力的样子，用最费力、最费成本的方式去做。比如自己承包下所有的业务，不会请代理商分销，也不会和别人谈合作赚差价。对于一个懒惰的人而言，没有什么比重复单调的工作更令人烦恼了。这些懒人很有创造力，他们不会浪费时间在没有必要的事情上。懒人总能找到一些方法和技巧，来自动优化工作中的所有重复流程。因为懒惰的人总是能让生活变得更轻松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。